别担心。Your secrets are safe with me. 我爸妈对我期望很高的啊，从小呢就不许我哭，不许我闹，不许我发脾气。无论是学业还是运动，样样都要我做到最好。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，喜欢用这段东西来发泄被压抑的情绪。其实这还蛮舒压的，难怪你手劲这么大。你忘了，我可是亲自领教过的。我看这筷子已经不足以发泄你的压力，所以你才到 Vicky 老爸的按摩中心帮人做脚底按摩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心里有病啊？不会啊，现代人压力大，有些情绪病一点也不稀奇。至少你还帮自己找到一个出口。我们被这社会设定了太多框架，我们应该给自己更多空间、更多自由。所以你才会提出以单身男女作为 target audience 的销售概念。没错，我觉得自由比永恒来得更加珍贵。爱本来就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上的束缚，这样我们才不会错过那个最重要的人。我先去洗个澡。放心，我不会太久的。喂，你干嘛在这里啊？测验不及格，怎么可能会不及格？我对我这方面可是很有信心的，一定是你们的仪器坏了。仪器没有坏，你的能力也没问题，是你在床上太顾自己啦。你的老婆呢，明明要你多陪她，抱抱她，你却只想到要洗澡，你是不是太自私、太不体贴呢 OK， 我承认是我做的不够好，不过这一点小事最多扣1-2分吗？怎么可能会不及格啊？很多男人就是忽略在日常小地方表现体贴。Excuse me， 你讲小地方的时候可以不要指下面吗？你知道吗？爱情的失去，很多时候是从小地方开始的。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。现在想想，我真的有点太自我了，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。医生，你难得回来，多吃一点。谢谢妈。今天的菜好吃吗？你煮的当然好吃啊，不过妈，你们刚从欧洲回来，应该多休息，别累坏身体啊。这个鸡腿肉啊，你是不是只腌了2个小时啊？不够入味哎。对不起，你看这个豆芽拔得不够干净啊。拜托，这叫拔得不够干净啊！我前几天吃了一餐住家饭，那才叫做难吃啊！住家饭，谁煮给你吃的？你的女朋友啊？不是啊，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你呀，每次都神秘兮兮的，交女朋友也不跟我们说。我去准备水果。你有女朋友了？没有啊，我吃饱了。妈，我来帮你。不用啦。哎，儿子啊，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？其实我现在正在考。哎，不用考虑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有多紧张你的婚事。他紧张的是 Edward Lim 一家幸福的形象吧？爸，吃水果。来，
陪老爸聊聊天，坐。怎么样？现在有女朋友吗？你刚才不是问了吗？没有。你都30岁了，不要再玩了。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成家立业，儿子也有了。做男人呢要有担当，2个肩膀呢是用来承担事业和家庭的。没有结婚的男人就是不完整，更何况还要生孩子。爸，如果我说我不喜欢女人，你还要我娶妻生子吗？你不要跟我耍嘴皮。你换女朋友比换衣服还快，怎么可能不喜欢女人呢？就是因为我不喜欢，我才一直换啊。就算如此，你还可以找对象结婚呢。婚姻和恋爱本来就是2回事。所以你只想要我结婚，根本不在乎我是否幸福。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才不想结。难道像你和妈一样吗？维持这种假幸福，做戏给人看？应该是和你有约的那位珠宝公司的陈小姐来了。哎，陈小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请进，请进。医生，哎，你们认识啊？既然家里有客，那我先走了。医生，医生，怎么说走就走呢？这孩子真是的。陈小姐，对不起啊，可能他工作太忙了才会这样。我了解。Sorry， 我是真的不知道艾薇是你爸。你之前提出的建议，我的 CEO 很不喜欢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，所以才去找你爸，希望他可以用当年写给你妈那首成名曲当我们的广告主题曲。看到你和 Vicky 出现在我家，我就猜到了。对不起啊，那天匆匆忙忙离开，只是我的父母那种幸福美满的状态，只是营造给外人看的假象。实际上，他们已经相敬如宾很多年，我根本感觉不到他们相爱。难怪你会那么抗拒之前的 concept。大家都以为他们是模范夫妻，可是在我眼里，他们只是被婚姻这个无形的监狱囚禁而已。我爸把我妈当作女佣多过妻子，而我妈则是逆来顺受，凡事以爸为中心，根本就是自讨苦吃。不如离婚算了。哇，听你这么说，我还真的有点幻想破灭了。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连婚姻执照都不想考。不如算了吧，我们今天不谈公事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？去哪里？跟着我走就对了。今天算你 lucky， 我包场帮你按摩，算是报答你帮我保守秘密。好啊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不过师傅啊，待会手劲不要太大。不是我的手劲大，是你身体虚。我劝你少喝酒，不要熬夜，身体可是人最重要的资产呢。是啦，你那么怕痛，为什么那么喜欢按摩啊？我喜欢先苦后甜啊，那种痛完之后全身放松的感觉，很棒。我记得你和我说过，你觉得结婚是自讨苦吃，其实脚底按摩也是一样的。凡事没有绝对，一定有苦也有乐的。是吗？我倒觉得婚姻没什么乐趣可言。谁说的？我那天在你家就看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这是我特地买来的蛋糕，请你们吃的。你们太客气了，人来就好。哇，这蛋糕啊看起来很美味，我去厨房切给你们吃。等等，这不是核桃蛋糕吗？对呀，这是最近很流行的一款健康蛋糕。你不是对坚果类敏感吗？碰到也会起红疹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们不知道对核桃敏感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是他小题大做了。什么小题大做？你真的是要小心啊，东西不可以乱吃啊。对不起。你跟我说你感受不到你爸对你妈的感情，可是在我看来，你爸很关心你妈。也许他们2个人有自己的相处模式呢。我看到的只是单方面的付出。你说你爸每天只会使唤你妈，大小事都要他打点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妈对你爸很重要，到底是谁不能没有谁啊？夫妻之间的关系呢，
跟我们人的双脚是很像的，每天都被重度使用，却很容易被忽略。我认为一段感情可以维持到现在，当中一定会有快乐。你只是太靠近了，所以你看不清楚。我有一个新的 idea， 你这么做根本是浪费时间，我不赞成。如果这次不成功，我辞职。真的？你这么有把握？我相信他，当然我也相信我自己啊。有些话说出口是不能轻易反悔的。我说到做到的。珠宝就应该强调完美，无论是切工还是色泽，我们这个系列都是最好的。我不觉得需要特别强调，这个创意里要带给消费者的是一种态度，感情不会是完美的，就像宝石一样，需要经过外在的磨练，这才是我想要呈现的啊。不是，你为什么就是听不懂我想说什么？我们是珠宝品牌，当然要凸显珠宝的完美啊。OK，sorry，我们先暂停一下，先休息5分钟好不好？喂，伊森，干嘛？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平时看你见客户都不是这样子的，你刚刚那样一点都不像你的风格。你是不是忘了 Claire 是我们的客户？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怎么回事。我没把他当客户吗？那我把他当什么？林义胜，你牙膏跟我姐乱七八糟，马桶盖又没有放下来。还有，跟你说过几次了，袜子要洗，先返回正面。还有啊，昨天晚上我跟你说好7点开饭，我那么辛苦做了菜，结果呢，你7点半才到家，我做的菜全部都冷了。好啦，老婆不要生气，是我不好。每次都这样，明明可以避免的事情，偏偏不要放在心上，然后之后才来说什么老婆不要生气，我怎么可能不要生气呀？嫁给你我很辛苦哎。够了啦，我都跟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跟你在一起我也是很辛苦啊，我失去很多自由哎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我没有给你自由是不是？你每次要出去找朋友，我有说不能去吗？那是我呢？为什么家务事都是我来做啊？你要工作，我也要工作的，为什么我要在家里当黄脸婆？你到底是娶老婆还是请女佣啊？老婆，对不起啦，是我的错。今晚我带你出去吃，当做赔罪。周末大扫除由我来做 ，OK？ 你每次都来这一招，餐厅我选。好，全部都听老婆的。非常好，你在这次的争吵当中呢，展现了耐心，而且数据显示这一切都是真心的。这是婚姻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元素。恭喜你过关了。我们面对客户的时候，常常会告诫自己，无论如何一定要忍耐。可是回家对着老婆却容易发脾气。其实老婆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人。只要记住这一点，就不会跟老婆计较那么多，那么容易发脾气了。很好，那我们进行下一关。哇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你好像变老了。哇，你还敢说我啊？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？哇，我也变老了。老公啊，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？老婆，虽然我们都一起变老了，但是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可爱。唉，你看这个。哇哇哇！你在这一关的测验呢，考得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这里也显示呢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真心，而且充满了爱，这是夫妻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的。恭喜你过关！我们的主角是一个30岁的女生，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她戴着我们这次旗舰系列的戒指。女主角会以旁白的方式来讲述她和男主角相隔2地的恋爱故事。
远距离恋爱对现代情侣来说是非常常见的考验。我们设定男主角在外派工作之前已经向女主角求婚，他们2个人决定为了彼此的未来在2个地方打拼。女主角来到机场，准备迎接外派回来的未婚夫，还打算给他一个惊喜。今天是他回到我身边的日子，我决定要告诉他一件事情。回来了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2年前，你要在这里等你回来和你结婚。我今天想告诉你答案。今天我想问你 ，Will you marry me？ 我愿意，你仍然是我的唯一。我喜欢 Claire 这次广告的概念和营销策略做得不错。 Thank you, boss。这次广告就交给你们公司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林医生先生，陈思璇小姐，现在请说出你们的结婚誓言。Claire， 我爱你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我承诺，我一生一世。伊森，如果你没有办法承诺的话，这一关算是不合格。你要再试一次吗？我你今天约我出来，应该不是想要谈公事吧？我昨天在考照中心进行了最后的测试。所以，你可以正式约我了。对不起，我承诺。Sorry， 我没办法做到。伊森，对不起，这次的测试呢，你算是不及格，没有办法颁发结婚执照给你。如果是以前的我，在这种时候，为了达到目的，说点违心之论算什么？可是我发现，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。可能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当下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对我来说，那些承诺还太遥远，我没有把握能实现。可是，我愿意为了你去尝试。我知道你是个要求完美的女生，你也值得拥有完美。我只想问，你是否能为了我破例一次？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结婚冲动的女人。虽然我还没拿到执照，但我愿意为了你继续努力。Claire， 我想知道，你能给我这次机会吗？你要我违背我的原则？
没关系，我不想为难你，更不敢要求你懂我。其实我还有会议，需要先走了。好啊，你先去忙吧。不是吧？我那个不想踏入婚姻坟墓的好兄弟，居然会为了一个女人这么难过？喂 ，Come on， 这一点都不像你啊！好啦，今天下班我请你去喝一杯。我知道有间 bar 有很多漂亮的女生，带你去散散心啊！算了吧，我真的没心情。伊森，有你的包裹。谢谢。帮我放在桌上。你不想看一下吗？哦，好像是 Claire 的公司寄来的哦。Yes， 他说他愿意，他愿意。上面明明什么都没有写。喂，你通灵啊？你怎么知道他说什么？